据我观察，快节奏的生活会让人变得急躁，缺乏耐心且眼高手低。因此，本期介绍一个能让你宅在家里磨练耐心和双手的神器 ——FED 象金动力室内模型飞机。国际航联之所以分类出 FED 这个航模比赛代码，就是想磨平你的棱角和锐气，通过老老实实在家坐飞机，体验节奏缓慢的人生。因此，本期介绍一架竞赛级的 FED。这张图纸虽然是10年前的世锦赛参赛机，但对手残者来说依然颇具挑战。你可将此图打印成一盏550毫米的1:1图纸，放在桌子上，将一段青木条裁剪成前段机身，顶端装上桨轴支座，后段装上象金挂钩，并粘接2根左倾的机翼支柱。做好后称一下，重量大约370毫克。接着找一片薄如蝉翼的青木片，卷成头粗尾细的圆筒，和机身嵌套粘接成为尾梁。再将青木条泡水后弯成图式造型，做出垂尾。蒙皮一般是将专用胶水滴进水里形成薄膜，再捞出来晾干而成。但你可用最薄的塑料薄膜代替，必须把它揉皱再展平，然后粘在骨架上。这个尾梁加垂尾的重量160毫克，而后继续用青木条照图纸拼接出机翼轮廓。上反角翼间的高度是2英寸，约51毫米。4根青木条翼类按图纸弯曲，粘接到位并蒙皮。机翼的重量约350毫克，前后圆中点和机翼撑杆粘接。水平尾翼当然也是如法炮制，重量约120毫克。注意后缘抬高，尾翼弦长和尾梁3度夹角。最后按图弯出桨叶框架，里面3片翼类有轻微弧度，给叶片凸面蒙皮，凹面粘接大梁。这2个桨叶共260毫克，整机重量约1.3克。飞机重心在后缘附近，靠前后翼升力抬着飞行，可使用最大重量0.6克的动力橡筋。为了让橡筋尽量均匀输出功率，以延长留空时间，还要制作一个螺旋桨变矩器，用2节塑料管粘接细钢丝做成桨骨，塑料管根部固定变矩摇臂，并粘上一个方框形的螺距限制器，后面摆放卡簧和推杆，然后将钢丝桨轴依次穿过，头部粘接防脱帽。此时卡簧2头分别连接桨骨和推杆，由于推杆粘死在桨轴上，被皮筋带动，就会通过卡簧向桨骨施加扭力。一旦松手释放螺旋桨，叶片阻力就开始和卡簧扭力相抗衡，使桨骨的转动落后于桨轴。于是变矩摇臂被推杆推动，使叶片螺距改变。飞机出手后，橡皮筋出力前段较大而后段较小，导致飞机上升阶段因桨轴扭力较大，使桨骨落后角最大，变矩摇臂被推动到上限。此时桨叶以最大螺距工作，造成桨轴承受最大转动阻力，转速大约每分钟35转。进入平飞巡航阶段，皮筋扭力已有相当衰减，导致桨骨落后角减小，变矩摇臂逐渐向下线回位。因叶片螺距不断减小，空气阻力减弱，桨轴转速大致维持在每分钟40至45转。最后皮筋动力不足，飞机开始下降，桨骨的落后角在不断减小中，使变矩摇臂回到了下限。此时叶片螺距最小，桨轴转速提高到每分钟50转，可见变矩器使桨轴的转速先慢后快，在大扭力时保持较低转速，而低扭力时又保持较高转速。于是整个飞行阶段，桨轴的输出功率和输出转速都变得更加平均，有效延长了留空时间。但这需要制作者耐心调节桨叶的安装角和螺距限制器的开度范围，以确保动力飞行阶段螺旋桨转速维持在每分钟35到50转。一旦你放飞成功，就会发现所有的围观群众都跟着慢了下来。在这个节奏缓慢的 FED 世界里，人们所缺乏的从来都不是时间和金钱，而是战胜急躁和畏惧的决心。